关于这个字距一个水平的调整方法，我接下来再讲一遍怎么个检测它是否是属于合格的，已经调试正常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通过这里有两个相机，一个是打孔的相机，一个是手螺丝的相机。我们用钻孔的相机来检查这个水平。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通过按这个来检查它的，我们要调整这个水平，一定要检查这个边，这边所有的点，这一排所有形成的点的高度都要求一致。就是说我用相机以这个边下边来检查，用这个边下面来检查所有的型材的高度要求一致。这边检查所有的高度一致后，还要检查那一边那个型材的高度要求一致，要两边这边跟这边的高度所有的型材的点要求一样高，并且那边的相机也是一样的，那两条边的高度要求一致。总共4个边，这个边跟这边边，这个边跟这个字距的边要求高度所有一致，所有的型材高度要求一致，并且要求那边跟另外一边所有的高度要求一致。一定要在一致的情况下，我们才可以进行钻孔，才进行锁螺丝。我们现在怎么检查啊？我们通过这个是移动轴，我们通过移动这个位置来检查。我们按下这个减，在手动操作面中按减，按这个来，按这个，你看这个，按这个它就会动，按这个它就会移动来了，它就会移动。我们怎么检查呢？就通过这个十字光标来检查。我们从第一个开始，我们退回去，当我们这边按不动的时候，说明那边已经到底了，我们不能往前再移了。我们这里按不动的时候，这里按的没反应的时候，说明那边已经到了极限位，我们不能再按了，它已经到了尽头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所以我们要退回来，我们按减，要退回来。来，我们来一个个检查这个位置，通过按这个轴按减来检查，检查这两个，检查这个跟这个所有的点的高度要求一致，来检查。这个不好看就不看。这条直线红色直线跟这个边照一个参考点要一样高，所有的型材的高度要求一样高，才可以符合标准，才进行下一步钻孔锁螺丝工作。如果这个所有的型材都没有统一高度，就不能开始工作。我们继续按减，我们接着检查。
那就是这样子，要全部检查。那都是要统一高度，要求统一高度。啊，这个也是要一样的。这个有点偏，我们检查是不是这个高度是不是没有按下去，这个没有把它按下去，所以它会有点偏。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只有这样子才能，像现在这边完了，这边这个载具已经检查完了，这个已经我们接下来检查那一个，也是一样检查，在这里看。按这个移动。这个边的高度要求一样高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这边所有的高度全部要检查，要求这边的所有的芯材的高度，所有零件的高度跟这边所有的高度要求一致啊。我们接着检查。当我们剪到不能再剪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一直按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已经到了极限位置了。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到了那个极限位置了，我们不能再按了。我们只能通过调这个工作头，通过移动这个工作头来检查。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轴来检查啊，然后我们检查按这个来检查，通过这个方式来检查。那这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，那个摄像头对的位置，所以说要检查这个高度，所有的全部要检查完成之后，都是相同的高度，都是一致的，说明我们这边的水平已经调整完成了，我们就要调整那边的，调整方式也是一样的，通过按这个输送轴来检查。这个通过这个是控制这个位置，控制这个移动的，通过控制这个移动的啊，这个是通过控制这个移动的，然后这个是通过这个移动的，通过这个。这个是移这个是移的不同的轴不一样。我现在是移动这个轴。
来检查它的高度。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锁螺丝也是一样的，通过这个螺丝来检查。这个是移动这个钻头的移动，这个钻孔的移动，然后这个是移动这个锁螺丝工作头，它是有2个工作头。我们现在同步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同步模式，所以说它们俩是一起动的，是两个头同时动的。如果我们要分开来，我们就点击这个，把它分开。现在是分开模式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点击它是单独移的，它是单独移动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单独移动的。然后这个是移动这个轴。这个是移动这个轴，然后我这里反过来也是移动这个轴，我们在分开，这里现在是分开模式，这个红色是分开模式，我们在分开调试模式，一定要注意这个距离，它不能太宽，因为这个是连着电缆线，所以这个距离不能太宽，也不能太窄。这个太窄了会撞击，太宽了会拉到这个线，所以我们如果不缺的钱，我们选同步模式。同步模式就是这两个工作头同时动作，同时移动，这是同步模式。同步模式是2个头同时工作，这样子同时移动，2个头都是同时移动的。这个就是手柄的一个控制方法。